在现象世界中有心物之别，心物二元。在本体世界中没有心物，超越心物，故心物不二。就这么一个总结，就在这个上，这不是哲学的思辨，但讲出来似乎像是一套哲学学说，但其实不是哲学学说，那是什么？是生命的证悟。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思辨，是对真相的证悟。它不是一个思想家、学问家的在大脑中的一种思辨，那种思辨没有事实根据，因此毫无价值。它仅仅是一堆空概念，没有事实的支持，没有以真相为背景为基础，完全凭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因此我们的义理学说不等同于哲学学说。佛家的义理学说、道家的义理学说、儒家的义理学说全部是建立在实修实证上的语言表述、语言化表达。所有的这些语言化的表达背景都是建立在圣人的实修实证之上的。哲学家的哲学学说是建立在哲学家坐在书斋中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与逻辑上的推引，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来源。就是儒家似乎也有一堆学说，道家、佛家似乎也有一堆学说哲学家似乎也有一堆学说，你们好像都是差不多。不，各自的学说来源不同。表面上你也是一堆学说，我也是一堆学说，好像咱俩差不多。不，差的多了，本质上的差别。你的学说就是哲学家的学说，来自于哲学家的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和思维推引，而圣人的学说来自于圣人的亲自证量，他的亲证、亲修、实修、亲证完全不同，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因此我不提倡称呼佛家学说为佛家哲学，我也不提倡，我反对称呼儒家义理体系为儒家哲学体系。不是，儒家义理体系就是儒家义理体系，就叫义理体系，不应该被称之为哲学体系。因为这两个就是跟西方的哲学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来源，因此他们不能混为一谈。为了区分这两大不同的来源的体系，西方的思想可以称为哲学体系，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不管，也无权管。但是我们东方的学说、中国人的学说、圣人的学说就叫义理体系，就仍然叫我们过去沿用至今的称呼。佛家就叫佛家义理体系，道家就叫道家义理体系，儒家就叫儒家义理体系，或者说笼统的称为孔孟之道。佛家就称为如来之道、佛陀之道，那么道家就叫老庄之道，就这么叫就很好。为什么非要把它称为哲学体系呢？不叫哲学体系就不行吗？这里面又牵扯到我们文化自主权的问题，精神自主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处处模仿西方，为西方的马首是瞻呢？他们有哲学，我们就必须也要有个哲学，没有哲学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就削足适履，非要把我们孔孟学说哲学化，实际上就是把孔孟学说强行西方化。细思极恐。佛家义理称之为哲学，
实际上就是把佛家义理强行西方化啊，哲学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这是非常可怕的，打着一个很朦胧的旗号哲学啊，但是你一旦揭开它的真相，你会发现后面血淋淋的残酷。血淋淋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强行的削孔孟的族是西方的女，它可不是血淋淋的呗，比裹小脚还要血淋淋，硬把我们的脚裹成小脚来合乎西方人的小鞋。明明一个美丽的正常的脚，我们硬要把它裹成残疾小脚来试西方的。外面的女人裹小脚已经被解放了，但是我们文化上的裹小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已经进行了1年100年，现在还正在如火如荼的继续进行着。精神上的裹小脚，文化上的裹小脚，人格上的裹小脚，是把一个非常好的圣学硬裹成残疾小脚来试西方的那个绣花小鞋弄得我们所有的学者都成了精神裹小脚女人。全中国的学者、学问家、知识分子都变成了裹小脚的小女人，可怕不？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细思极恐。每个人的精神都被严重的裹成了小脚，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几十代人、1年100年乃至更久。我们西化的过程就是裹小脚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提出进一步的解放。之前的解放叫民族的解放，之后的解放叫生命的解放。生命的解放里面就包括人格解放、文化解放、精神解放、灵魂解放，这些解放合在一起，我们统称之为生命解放。生命解放又可以细分为2大类生命，一是民族生命的解放，二是个体生命的解放。这2个解放任重而道远，我们现在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100年之内能不能够把我们精神的小脚再松开，尚未可知。就是我们有100年的努力，能不能够把全国人的小脚、精神小脚松开，成为自然之脚、自然天然之足，我们还不好说。但是我们只知道努力，只要努力，总有那一天我们的小脚会被解放出来，总有那一天的。